当年明朝那场庚戌之变到底有多耻辱？蒙古鞑靼10万大军进军国都，兵临城下，可明军却一兵不出，任由蒙古鞑靼在城外烧杀抢掠，不杀整整8天8夜。看着黎民百姓深陷水火之中，朝廷给出的理由是，他们抢完了，杀完了，自然就会走了。当你真正揭开庚戌之变的真相时，你真的不敢相信，这是史上以印记著称的大明王朝能做出的事情。与土木堡之变相比，皇帝被蒙古掳走是让百姓失去信心，但庚戌之变却是让百姓彻底寒心。俺答汗的军队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，5步一抢，10步一杀，而天子朱厚熜还在寝宫修仙，祈求长生不老。今天咱们就顺着历史的脉络，揭开这场耻辱背后的真相。嘉靖帝朱厚熜本是个有脾气、有头脑的狠角色。当年堂兄朱厚照无子，他以藩王身份继位，刚入宫就感应刚思朝元老杨廷和。按规矩，太子得走东安门登基，他偏说我不是太子，为何走东宫路？硬是从大明门入宫，气场拉满。大臣们拟定年号少制，他觉得有继承堂弟的意味，当场改元嘉靖，盼着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家繁荣富强。少年意气里满是宏图大志。掌权后，朱厚熜更是雷厉风行，他借大礼仪事件逼退杨廷和，组建自己的内阁，任用张聪下言推行改革，科举变得公平，贪官遭到严惩，废弃田地还给百姓，连多年旧税都一并减免。嘉靖前期的大明，天下熙然承治，一派繁荣景象，谁都以为这位皇帝会成为一代明君。可命运的转折从一场大病开始。嘉靖中期，朱厚熜身体垮了，咳嗽不止，半年没法上朝。生病后的他性情大变，暴躁易怒，最后连宫女都忍无可忍。一位名叫杨金英的宫女，伙同另外10几位宫女，竟在乾清宫试图将朱厚熜勒死，最终未遂。这10几名宫女后来被凌迟处死。经此一事，朱厚熜性情大变，不再住乾清宫，也不再上朝。他觉得自己身体不好，常年生病，再加上前几任皇帝大多短寿，不如修仙求道，祈求神仙赐自己长生不老。道君皇帝的称号也由此得来。他搬出乾清宫，从此不再上朝，一门心思扑在修仙求长生上。但你以为他彻底不管国事了？错，他白天炼丹修仙，晚上却熬夜批奏折，靠着密探和锦衣卫牢牢攥着朝政大权，这一躲就是20年。可皇帝不上朝，总得有人代为传旨办事，而这个钻了空子的人正是严嵩。严嵩靠着溜须拍马爬上内阁首辅之位，他深知朱厚熜痴迷修仙，便花光国库银子为皇帝建斋宫、修密殿。当时大明1年财政收入才200万两，光修仙就花了200万两，钱不够，严嵩就搜刮民脂民膏，公然买官卖官，7品州判300两，6品通判500两，都只会700两，官场彻底沦为用钱买官，以绘制国的泥潭。更要命的是，严嵩还搞垮了边防。蒙古鞑靼入侵河套，陕西总督曾喜想发兵收复，下言全力支持，朱厚熜也点头同意。可严嵩为了夺权，硬是从中作梗，污蔑收复河套是浪费钱财，最终下言被罢官，收复计划泡汤，边防漏洞越来越大，为庚戌之变埋下了定时炸弹。公元1550年，嘉靖29年，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因明朝不开放朝贡户史，对明朝发动战争。这场战争本可避免，在此之前，俺答曾写过一封信，真诚且有礼貌地请求朝廷开放户史。信中写道：臣等生齿日多，衣服缺少，各边不许开市，衣用全无，毡裘不耐夏热，布帛难得，边外野草尽烧，冬春人畜难过。但不知是朱厚熜不准，还是严嵩从中作梗，这段历史记载较为模糊，最终朝贡户史未能开放。朝中甚至传出朱厚熜高价悬赏俺答人头的消息。俺答得知后，心想反正活不下去了，不如起兵一战。同年6月，10万蒙古大军攻打大同，明军一触即溃，总兵张达战死。新总兵仇鸾是个草包，不敢打仗，居然偷偷给俺答送钱，让他别打大同。俺答拿了钱，转头就直奔北京，一路畅通无阻，直抵昌平。随后便围着北京城大肆烧杀抢掠，长达8天8夜。密云、怀柔、通州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。俺答见此情形，还以为朱厚熜在背地里酝酿什么大计划，却没想到朱厚熜之所以不反抗，是因为京城无兵可用。当时京城仅有5万多士兵守卫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。究其原因，正是严嵩造成的贪污问题严重，虚报士兵人数，冒领军饷，
也就是常说的制空饷。朱厚熜得知敌军兵临城下后，只能召开内阁会议。多年未曾露面的他终于现身。当朱厚熜询问对策时，严嵩只回了句：“此乃抢食之贼耳，不足为患。”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礼部尚书许阶，他听到此话后大怒：敌寇在城下杀人放火，岂能说是抢食？分明是蓄意作乱，当速筹御敌之策。严嵩没想到这个毫不起眼的许阶竟敢反驳自己，便故意刁难：“此事属于外交事务，应当由礼部负责。许大人既然有办法，就请你前去谈判吧。”许阶顺势接下任务，直接给出解决方案。他拿出俺答请求通贡的文书，指出上面只有汉文，没有蒙文，要求俺答补充蒙文，以此拖延时间。随后迅速密报周边援军火速支援。等俺答将补充好蒙文的文书送来时，北边的援军已经赶到。俺答明白自己已错失最佳进攻时机，反正此次也抢够了，便带着掳掠的200万人口和无数钱财，大摇大摆地撤兵了。朱厚熜见状想挽回面子，下令追击，结果又中了俺答的埋伏，明军死伤无数。因为这一年是庚戌年，这场耻辱被永远定在历史上，称为庚戌之变。可耻辱还没结束，明军因为发不出军饷，居然效仿蒙古兵，转头抢劫周边百姓，其中筹峦的大同兵最是猖獗。此后20年，俺答多次南下，4犯大同，3犯辽阳，1犯宁夏，长城沿线百姓民不聊生，大明的尊严被踩在脚下。这场灾难的根源到底是谁的错？有人说是严嵩，可如果不是朱厚熜沉迷修仙，纵容贪官，严嵩怎么敢如此肆无忌惮？清官海瑞在治安书里直言不讳：“家境家境，家家皆进。”这句话彻底惹怒了朱厚熜，海瑞被关进大牢。公元1567年，长期服用含砒霜、水银的丹药后，朱厚熜病逝，享年60岁。而严嵩也没好下场，被罢官贬为庶民，最后祭祀在墓舍里，没人送葬，没人吊唁，落得个生前贪腐无度，死后一无所有的结局。嘉靖帝本有机会成为明君，却因一己私欲，让大明从繁荣走向衰败。庚戌之变的8天，烧的是百姓的家园，毁的是大明的根基，也让这个曾经英气的王朝一步步走向了覆灭的深渊。而嘉靖朝埋下的隐患尚未根除，万历年间又一场耗空国力的浩劫已然来临。那拖垮大明的万历3大征究竟如何加速了王朝崩塌？咱们下期接着深挖这段关键历史。